在韩国的某处小巷子里，隐藏着一位深藏不露的大人物。他整天窝在里面卖麻花，很少跟外界接触，因为这样就没人知道他曾是韩国的顶级特工真香。原来多年前他在一次任务中行动失败，从而脱离组织来到韩国，做了个小小的手术，愣是让自己从一个大美女变成了大妈。不仅很快结婚生子，还开了一家麻花店，从此隐姓埋名，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。这天早上，真香起来做麻花，一切一拉一卷一炸，一根美味的神仙麻花就成了。不得不说，真香做的麻花是真香啊！每天早上开门半小时就能卖出上千根麻花。可就算生意这么好，他还是出了名的抠门，穿的衣服都是老公的。虽然抠门，但他运气是真的好啊！他打开一瓶饮料，刚要喝就发现瓶盖上赫然写着特等奖，夏威夷7天豪华全家游。去夏威夷是老公山哥一直以来的梦想。他们一家3口带上行李来到机场，看着奢华的头等舱，真香亢奋了。他高兴地把毛巾拧成了麻花。很快，空少端来一盘蚕豆，可真香却不小心打翻了盘子。那一套操作下来，看得空少目瞪口呆，秒变迷弟。他从小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一名顶级特工。看到真香的身手，认为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，当即就要拜他为师。真香说：“兄弟啊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我哪是什么特工啊，就是个卖麻花的大姐。”空少听完之后觉得，只要卖麻花就能成为顶级特工，于是他决定飞完这一趟就辞职卖麻花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伙男子聚在一起，商量着接下来的作战计划。这个大姐是真狠呐，在飞机上把免费的零食可劲儿造，然后没一会儿她就开始闹肚子，钻进卫生间就准备一泻千里。可就在这时，飞机被一伙人给劫持了。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谋财害命，是要找一个女人。没错，就是厕所里这个大姐真香。原来真香曾是一名顶级特工，在一次任务失败后改头换面，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。但她掌握许多国家机密，组织上一直都在追查她的下落。此时飞机上的乘客已经全被控制，国会议员还站起来嘚瑟，对着劫匪呼来喝去。结果下一秒被人打成了孙子。而看到婆婆被挟持，怀孕的儿媳妇瞬间开始了她的表演。어머니劫匪在旁边都看傻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戴着口罩的妹子引起了劫匪的注意。坐个飞机打扮成这样，肯定就是目标。劫匪中的老大走过去，把枪口对准她的鼻子。可女人摘下口罩之后，发现并不是真香。周围乘客看见她的长相，瞬间都惊呆了。原来她是韩国当红演员翠花。别说乘客想上去要签名，就连一旁的小劫匪都想抓住机会跟她来一张自拍。另一边，此时的真香也完事儿了，他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当他一开门，一个劫匪上来就要抓他，真香没让他抓，跟他来了个击掌。这一下让真香觉醒了，劫匪掏出匕首，他也丝毫不慌。先是这样，再是那样，然后叮咣没几下就轻松解决了劫匪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飞机上的广播就响了，而广播里的声音正是他以前的同事小帅。既然都找上门了，那就干脆不装了。他换上空姐制服，准备孤身一人去收拾那帮劫匪。可刚出去就碰到一个劫匪守在门口，那正好先拿他热身了。这一下把劫匪崩得丧失了还手能力，然后大姐捡起易拉罐，对着脑袋咣当一下干掉第一个劫匪。其实她并不是什么空姐，而是一名顶级特工。这边老公没看见真香，她很担心，安顿好女儿之后就溜了出去。原来她也不是一般人，而是前国情局的特工，而她的任务就是监视真香这个外国特工。她来到卫生间没找着，于是溜进货仓，利用自己超高的电脑技术给国情局发去了求救信息。与此同时，真香来到下一个机舱，刚要偷袭劫匪，可突然看见了女儿小香。为了不被认出来，她随手抓过一个太阳帽戴上，然后转身一把飞刀，给劫匪打傻了，那笑得根本停不下来。为了掩饰尴尬，他只能上了。很明显，真香收拾他就跟玩一样，最后对着下巴壳子哭哧一脚干掉了第二个劫匪。这时小帅出现，他是真香当年的同事，在那次任务中，真香开枪把他打伤。现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真香当即就要跟他一决高下。可没想到发完求救信息的山哥被押了出来。小帅用山哥做威胁，真香只能乖乖听话。看到爸妈被抓，小香被吓哭了。真香给女儿递了个眼色，这一幕正好被小帅看见，他认为这个女孩很有可能是真香的女儿，拿着枪就走了过去。女儿反应倒是很快，跑到后座抱着翠花就叫妈妈。제 딸이 맞네요.
就在这时，瑟瑟发抖的乘客中竟然有几个人站了起来，上去一拳干翻了过道中的劫匪。你以为是见义勇为的英雄，错，其实他们是一伙真正的劫匪。把小帅抓起来之后，跟真香关在了一起。原来多年前，真香的父亲身为武器专家，研究出了一款超级武器，并交给了军方。而启动开关就是真香的眼睛。而这帮劫匪的目的就是要把真香卖给恐怖分子，从而获取天价的酬劳。其实真香和小帅亲如姐弟，可在国家利益面前，只能反目成仇。这次他的任务就是把真香带回去，重启超级武器的计划。真香也说，就是因为咱们亲如姐弟，当初朝你开枪的时候，才故意打偏，避开了要害。他们俩终于解开了误会。而就在这时，那个怀有特工梦的空少从天而降，原本是来救真香的，结果一下来就看到小帅，当时就被吓傻了。那个啥，我是来上厕所的，你信吗？经过一番解释，空少得知小帅现在是自己人，这才放心，把几个人救出去。他们组成了一个4人帮，开始发动反击。在小帅和真香的大发神威下，以及乘客的帮助，他们很快就制服了所有劫匪。众人集体欢呼，觉得一切恢复了平静。可就在这时，反转又来了，一个老头劫持了小香，原来他才是这次劫机的幕后策划。当初真香的父亲就是被他杀的，而他刚才给小香的毛绒玩具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，只要真香束手就擒，跟他一起跳伞，飞机上的人就不会有危险。没办法，真香只能妥协。但在出发前，趁老头不注意，给女儿说了一句悄悄话，然后背起降落伞来到舱门，给女儿使了一个眼色。小香立马把玩具扔了过来，真香接住之后直接给撇了，然后又趁老头没反应过来，直接给他踹下了飞机。最后飞机成功降落在夏威夷，山哥也不打自招说出了实情，原来瓶盖上的特等奖是他攒了10年的私房钱。